接下来，有史以来第一次高速公路 NOA 驾驶辅助临撞车就甩锅。驾驶已退出，请立即控制车辆。130公里每小时将前车二维化，勇冲路障，以车试险，夜晚撞进卡车里。一辆卡车在中控屏上跳舞，野猪在天上飞， PPT 在地上吹。欢迎收看懂车的原创出品的大型汽车安全驾驶辅助科普类节目《懂车指点场》。要想知道 NOA 驾驶辅助的极限，难如上青天。公开道路不接管，后果难料。智能网联封闭实验场够安全，但多数车都没踩高精地图，根本打不开 NOA， 所以只剩下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我们用一条真实的高速公路，在一条临时封闭的15公里高速公路上，复刻真实事故场景，化身终极考场。他们将面临真实的大卡车、飞来的小猪，以及各种大家日常所能见到的高速车祸场景。第一批36辆车涵盖几乎所有主流品牌，有传统品牌，有外国独资车型，有中国新势力。智能驾驶已开启，每款车白天2次生存机会，晚上2次生存机会，错1次就是生命代价。你将第一次看到在高速公路上这些最高级的驾驶辅助，如果不接管，会发生怎样的结果？抱歉，能够帮助驾驶员避免一起起的车祸吗？请立即控制车辆。驾驶已退出。这次你可能会对驾驶辅助功能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消失的前车真高速版。在真实的高速公路上，前方有辆遮挡视野的大车突然并线，留下慢车道开驾驶辅助后车的你，快车道还有一大排社会车辆，驾驶辅助会怎么选？毕竟这可关系到前后2车人的性命。这项我们从2020年就开始在做的事故场景，5年多过去了，也成为多家车企发布会 PPT 的演示基础项目。我们不应该过度的去宣传这个车的安全性，而是要强调这个车的安全的局限性。AEB 警告 ，AEB 制动，但是太晚了。不要总想着打那一把，它应该是能停下来的。这样才能让大家行为更保持谨慎。人身伤亡这种结果是不可弥补的。所以的话，在封闭的环境下去做各种各样的可控的，得到一个比较可靠的结果，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那就从第一梯队出发，这些车能否保住2命？支架领航已激活。高速上 ，NCA 驾驶辅助选择紧贴前车，生怕自己被人夹塞儿。万众瞩目的温检坝率先迎战。我好害怕呀！我们设置的距离为中档，太激进了，哇，这跟得好近呐！这有个弯道啊，其实能看到的。全速人切出了，切出了，切出了，切出了！哇，太吓人了，我牙都快咬透了。 AEB 启动的太晚，
向左去打方向，但是我后边是有车的，他其实并不在意社会车辆，就直接撞上去了。这应该是我做所有的 AEB ADAS 以来啊撞的最狠的一次。为什么今天拿问界 M8做第一辆？是因为我很有信心，这个挑战对他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他的第一选择是硬插社会车辆，完全不遵循让速不让道，以86公里每小时追进了前车。如果是真实的事故的话，我大概率没法走下车的，因为撞的速度太高了。至少有一辆120过来。问界 M7 同样也想并线，对刹车很是吝啬，发生了高速碰撞。它有减速，但是这个减速的幅度是完全不够的。这都是大型的车祸、大型的事故。而问界 M9 应该能对得起售价。作为最强的车型，看看问界 M9 会不会比问界 M8更好。全顺切出了。我的天哪，我的后视镜坏了。如果是真车的话，这个整个车辆应该是一个报废甚至翻滚的状态。它这个车的问题就是跟得太紧了。如果坚决的刹 AB 应该是可以停的，就是不要总想着往左打那一把，它应该是能停下来的。碰撞车速确实是问界最低，但考虑到它近3吨车重，64公里每小时高速追尾，消失的恐怕也不只是问界 M9 整个车头。这项目难度确实超乎我们的想象，后边还有车能避撞吗？问界3款车驾驶辅助都患上了选择恐惧症，纠结到撞车最后一刻，损失3个生存机会。让速不让道，高速开车最基本原则，很多人信赖的驾驶辅助都没有遵守，所以有时候想太多也不行，心无杂念，忘我兼忘事才好。阿维塔07，看看在高速公路事故场景里表现会怎么样？反正之前问界都挺，越是致命场景越要命，这跟得太近了。您正在干预方向盘。这个 AEB 的制动力度非常大，发生了一个轻度的碰撞。AEB 主动刹车在这里边起到一个生和死的区别。阿维塔07很不一样，撞车前不纠结，依靠 AEB 主动刹车，这刹车踩得都快冒烟了。之前这些驾驶辅助的不体面，都由阿维塔07帮他体面，将保住自己的生存机会。但阿维塔12又是想并线，却错失制动最佳机会。那理想 L6 换新版是否能捍卫驾驶辅助第一梯队的脸面呢？新硬件、新软件，大语言模型屏幕上显示的真的。全顺切出了，
AI 推理可视化界面，端到端模型一通分析各种概率，最终撞了最狠的车。放现实世界需要几辆救护车迅速赶来。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做任何的前向碰撞预警，他很激进的想转向避让，后方车辆一旦不让，会导致我 SUV 的一个翻滚。现在很多高级驾驶辅助啊，抱着一种心理，就是后车让我是应该的，就是硬变，效率远远高于安全。它本来应该制动，它变线，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控制逻辑的问题。它把安全和效率作为奖惩放在什么位置，这个是会有关系的。IAB 什么时候启动，不同的厂家会有不同的考虑。如果是基于规则的话，可能大家反而能够找出原因来。基于学习的话，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也一下很难把它纠正过来，它可能会带来问题。比亚迪方程豹豹5因为变线，造成了一个小面积偏置碰的追尾。这车的避让方式跟问界 M8 特别像，一定要并线，夹缝中求生存。以104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和方程豹豹5的车重，这次碰撞能量不是前车二维化，就是后车全完了。智捷 R7能扳回一城吗？要来了，要来了！这儿我是能看着障碍车还在加速，为什么还要加速？AEB 起作用了 ，AEB 警告 ，AEB 制动，但是太晚了，直接就钻进了假车里了，就无力回天。智捷 R7该刹车坚决的时候软了一下，撞击程度比阿维塔07更严重。今天天气也真好，风和日丽。超速通过，时速120，请立即控制车辆，副驾驶已退出。在这转瞬即逝、眨两下眼的0点几秒，小米速晴 MAX 端到端似乎更不乐观。感觉它整个高阶驾驶辅助存在一些问题，你能感觉到系统稍微做了一个减速，你也能听到警告声，请立即控制车辆，但突然之间这系统不管了，副驾驶已退出。这个如果真车的话，也是一起大事故，这车就报废了。IEB 应该是兜底的，它如果 IEB 启动了的话，那它就是要解决这个事情了。请立即控制车辆。它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把它认为是一个误判，然后就解除了。副驾驶已退出。在这种场景下，决策还是缺乏足够的训练。两辆小米速七表现出几乎一样的问题。以速七 Ultra 为例，驾驶辅助会给一脚制动，车速降到113公里每小时，你以为会刹车更狠，结果制动突然被释放，探逃刹车没有用武之地。
原因就是现在高速上 NOA 和 AB 有很多车是一套硬件2套软件，驾驶辅助害怕 AB 主动刹车误触发，所以就算激光雷达和视觉探测到了物体，但系统决策时 NOA 驾驶辅助本身能力不够，加上 AB 主动刹车策略保守 ，AB 介入晚，力度轻，刹不住车，才会出现松刹车的情况。导航辅助驾驶已激活。对于奔驰这种传统豪华品牌，可能挑战比较大。全车120，我119，要切了，要切了。相比之下，反倒是传统车企背景的奔驰 C 级，可能是全场最不智能却又最接近通过的车型。广汽 LRT 也是可以靠驾驶辅助大幅减速、低速追尾，但接下来感觉脑袋嗡的一下，车辆就给了一个警告，并没有做全力的制动。这个速度撞前车，意味着前车可能会撞成一个饼。领克、极氪 7X、极氪001、星际源 ET、丰田博致 3X， 把传统车企的滤镜敲得粉碎。太激进了！哇，疯了，疯了，疯了！请注意控制方向。这个车越开越快，追得非常近，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我感觉我像一个炮弹一样冲进了这个前车里面，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碰撞。这就是驾驶辅助啊，在高速公路上一些事故场景里边，你不接管的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全部丧失一次机会。那接下来的传统车企就更让人担心了。太快了，这不行，这不行！哇，会死的，会死的，要死了！那防冲击姿势来吧。我得承认，这个车我接管的比任何车都要早，因为我太害怕了，我最后踩了。叮了一下，然后没有任何的减速。大众帕萨特、埃卡 V23、本田 P7， 更是用嘟嘟嘟、滴滴滴、贺卡一样的声响，提醒驾驶员：我的灵魂与你同在，我在精神上支持你。比亚迪有着天神之眼 B、C 2套方案，天神之眼 B 带激光雷达，天神之眼 C 纯视觉。在这样一个基础高速事故场景里，别管是自研还是供应商，表现几乎出奇一致，各个方案几乎全军覆没。比亚迪的秦 L 啊，至少做到了让速不让道，这可能也是大家第一次看到天神之眼 C 方案在高速事故的表现，做了一定的减速。很多价格是在几倍的车表现还不如这一款比亚迪700。高阶驾驶辅助跟价格没有绝对的关系，
跟它的系统决策、车企的研发、标定方案其实关系很紧密。从路况来说，它可能确实没有城市那么复杂，但是反过来说，你留给系统处理和反应的时间都变短了。其实高速场景你就做好几点，第一点，你让速不让道，请注意后方来车。再一个就是你保持车距，这个太近了，肯定反应不过来的。哇，我要准备撞击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一番下来，这些车哪儿是端到端，这是一窝端，这真是 PPT 破产之夜。这距离保持非常近，这大概率是要撞啊！会减速吗？115。他想并线，但是并线的时候，他发现左边有高速驶来的社会车，所以他最后触发了一个 AB。那事实证明啊，即便你开120，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能够做到减速制动避免事故的。36款车只有几款车能避免在这个基础的场景里撞出大车祸，特斯拉2款车，蔚来 ES6。世界模型版本能够拉远距离，避免车祸。哦，提前大幅度减速，很早的减速，很坚决啊，很坚决。然后并线了，真的不错，这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拉远和前车的距离。同样能过的魏派蓝山、小鹏 G6 都是一个风格，车距拉得远，刹车够果断，避免大车祸。接缓，已退出至手动驾驶。小鹏 G6 最后那一下的制动比较坚决，这点和小鹏 P1+ 好像不太一样。它表现还不错，挺好的。AEB 能够避免事故。但要说像人类一样提前预判、隔空就能看到障碍车，那是一辆都没有。这个项目我们从2020年做到现在，已经做了5年多，在封闭场地内做了无数次，甚至有些车能够120公里每小时、130公里每小时都刹停。我们原本以为高速公路版的销售的前车通过率至少能达到70%，但是当我们真的把高阶驾驶辅助打开，让车辆自己在这条公路上行驶，好像就是突然把这个新衣全都扯掉了。如果一切事故的结果都是命运，都靠猜，你愿意把命交给驾驶辅助掷骰子吗？我现在不能刹车，我要看。你信他能救你，他在等你救他。请立即控制车辆，驾驶已退出。那高速公路我们下面还有更难的，那这些车会表现得更好吗？如果说消失的前车考验驾驶辅助基本能力，那接下来考常识。在真实的高速公路上，重现了一个临时施工场景。那我们做出了锥筒，做出了导流牌，做出了限速牌，还有摇旗的橙色假人。常见、简单，又带着危险的气息。是因为施工区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是深坑，是深渊，是断桥，并且我们会在旁边有一排的社会车辆如果车辆在高速过程中想往左打道，
会非常危险。人类驾驶员可以很早发现驾驶辅助各类传感器检测也远，应该可以松口气了。消失前车都能活下来的车，面对临时施工场景毫无遮挡，道线清晰，光线良好，毫无压力。现在我已经能看到事故场景里了，那橘色的小人穿那橘衣服确实特别明显，没有任何减速，没有任何减速。一瞬间，他想硬切入旁边的车道，转向突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向左力矩。他对这个场景的识别非常晚，你稍微施加点力度，不想让它变线，它就功能退出，同时也没有 AEB， 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减速，没有任何减速，没有任何减速。最后他只能靠人来刹车。我一旦进去，可能就是一个大的侧撞，一个车毁人亡。特斯拉两款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又向左了，又向左了，又向左了，又向左了。哎呦！两款车一个停一个撞。世界模型蔚来 ES6消失前车完成惊艳第一站。不减速，不减速，不减速，减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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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世界的模型啊？世界模型连限速团和装筒都识别这么晚吗？世界模型蔚来 ES6暴露出模型的问题，方向盘突然向左打，不想减速。接着又打回自己车道，撞进了施工区。魏派蓝山，它明显针对高速公路啊有一些安全的策略。不减速吗？不减速吗？还不减速吗？减速，减速，减速。就是很明显，他要向左打。如果我不干预这一下，我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事故。他和人的这种安全意识，现在看相差了108000里。结果好像在抽签儿，危险从来不是因为复杂，而是因为失控。一个宝贵的生存机会就这么被撞没了。学习模型就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你会开车，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开，类似于一个小孩做出的判断和成人做出的判断的逻辑，它是不一样的。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就不好去追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情况。会怎么做？会减速吗？不会，不会。好，直接撞上去了。问界 M8 向左侵入临车道，发现过于危险，不得已触发了 AEB 主动刹车，但是晚了。他有足够的刹车距离，有足够的减速距离，他就是不减速，他就是想硬并过去，显示自己能力很强一样，感觉为了炫技而牺牲了很多安全上的考虑，并没有把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负责任。
驾驶辅助把大量的算力和时间耗费在如何钻空子完成一次高速并线，错失良机。比亚迪汉 L 和前面车犯一样的错误，硬并硬插入。等回过神来，已经撞进了施工区。这是将近小3吨的车，带着巨大的动能，现在冲向我们弱小的施工场景。施工场景来了，会减速吗？会减速吗？它不又向左打吧？我。这车是疯了吗？方程豹豹5则更加彻底，更疯狂，甚至要撞旁边的车。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无论会发生再大的事故，它都向左打。极氪、博智3X、星途、星际源 ET 都是这个问题，浪费太多时间用来评估是否能够丝滑绕行。在电光火石之间，车辆在决定减速甚至刹停的时候，全都晚了。一个宝贵的生存机会就这么被撞没了。还有的车不变道不减速，到施工牌前直接掉功能，刹车后避让，能力不行，摊牌了。只是降级程度不一，小米速七 Max 和 Ultra 两款车都是碰撞前1秒降级为 LCC 车道保持，请立即刹车，存在碰撞风险。请立即刹车，存在碰撞风险。从前面一直铲到后边，你以这么高的速度冲进来，就是很危险。我们不知道的是，施工区背后到底会有什么？好的驾驶辅助应该干什么呢？看到这旁边这个摇旗的小人儿，应该降速。小鹏 P7 加更进一步。小鹏 P7 加看施工场景怎么样？不减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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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干什么？它要干什么？方向。这车太可怕了！130公里没有时就往施工区里扎啊！它连续的从 NA 降级为了 ACC， 然后又从 ACC 要求人立刻接管。你看那仪表盘都忙不过来了，这是你正常人类是根本就来不及接管。施工，这个后面如果有个大坑，那我这车是不是就进坑里了？这个车呢，属于一顿操作猛如虎，该撞车时还是250。几个车更像是走一遍流程，提醒了，降级了，该走的程序走完了。但车和人实际会发生什么，驾驶辅助并不在意。这些车遇到如此常见的临时施工，不能帮助驾驶员一点儿，只能说现阶段把命交给驾驶辅助，和蹬珠峰全靠拐棍儿没什么区别。现实中，这些车丢失的可不止生存机会，更有一些车表现用荒谬来形容不为过，有的悄无声息无提醒。导航辅助暂时已退出，什么都没有，一点都没识别。有的叮咣一通乱撞，都是100多的超高速冲进施工区，无论施工区里有什么，都是一顿平汤，杀都杀不了。仅有几款车能够依靠驾驶辅助减速停车。问界 M7、M9 两兄弟，
阿尔法塔07、阿尔法塔12和智捷 R7这个项目很稳定。在 AEB 这个时机处理的还是比较关键的，依然有很强烈变道取向，也有打方向趋势，但是减速更早的 NOA， 响应更快的 AEB 主动刹车，让他们可以避免碰撞。腾势 Z9GT、广汽 LRT 则是检测到施工牌就让速了，比较像是人类驾驶员该做的事儿。那这些看似对人类很简单的临时施工场景，人类都不可能撞进来。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残骸碎片，都是这些车撞的。真实的高速公路上，这些钢筋铁骨如果穿进车内的话，很可能会对车内的成员造成刺穿伤。你要知道，这些钢筋铁骨真的是分量很重，而且这些施工场景的背后，往往会面临着更危险的灾难现场。这些高阶驾驶辅助多数都会一头扎进施工现场，撞个人仰马翻。想必现在驾驶辅助可能相比于车上的人命更在乎通行效率，更想赌一把。赌输了则掉入万丈深渊，毁灭的可能不止一个家庭。蔚来 ES6、奔驰 C 两款车在挑战 BOSS 的时候撞坏了散热器，撞坏了毫米波雷达，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事故场景，只能退出实验。那到了夜晚视线更不好的时候，那施工的现场加上一辆大卡车，又有几款车还有完整的生存机会。熬过了白天2个事故场景，绝大多数车的驾驶辅助所剩的生存机会都不多了，只有极少数车还是满血状态。接下来到底哪款车驾驶辅助能够生存到最后呢？夜幕降临，高速公路伸手不见五指，蛙鸣虫叫伴随着汽车呼啸。只有一轮圆月能依稀照亮的高速上，驾驶辅助正以13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狂飙，他们将奔赴通过率最高的施工路与卡车。那我现在是在一个高速公路非常常见的事故场景，就是说有施工的道路之后，然后这里停放了一个入侵车道的卡车。这个卡车是我们斥巨资做的一个拟真卡车模型，符合国标。这也是全球首个完整的集装箱卡车目标物。施工桩筒与卡车之间仍有2.5米间距，足够容纳这些车通过。驾驶辅助一个不识别，就是撞车见太难。辅助驾驶已退出。所有车辆打开最高性能的驾驶辅助，车辆加减速、车距变道由车辆自己控制。夜晚打开自动大灯、自动远光。先从驾驶辅助能力看起来最强和比较弱的2款车开始摸底。拥有多达4颗激光雷达、3个4D毫摩雷达，加上摄像头视野方案，配上 ADS 3.3， 驾驶辅助软硬件绝对是量产中的顶级战力。问界 M9， 看看问界 M9 能不能避免这起车祸。它的驾驶辅助如果都不行的话，其他车得什么样？路过施工路牌不减速，路过10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牌不减速，看到桩筒时速130，辅助减速，然后又闪灯，又闪灯，又闪灯，又闪灯。智驾领航已退出。万万没想到，中国目前第一体育队驾驶辅助硬件最强的车型，竟然在施工加卡车一个复合的工况里边发生一个碰撞。NCA 的状态一直开着呢，重复了一遍我们去年做的碰撞测试。
以56公里每小时钻撞集装箱卡车。对于 SUV 车型来说，一旦是撞到 A 柱的根部，我是非常残酷的。这个地方都是痕迹。如果是真的发生这起车祸，真的钻进了卡车的话，它这个 A 柱很可能就已经断了。路的宽度啊，其实是可以容纳问界 M9安全通过的，前提是它把速度慢下来。驾驶辅助直到碰撞前那一刹那，一直试图尝试计算卡车和桩筒之间可通行空间，又因为车速过快，传感器感知误差，对桩筒有明显漏检和丢失目标的情况，以为施工区桩筒有空可钻，所以导致高速撞卡车。他还拿大灯晃卡车呢，啪啪啪晃来晃去，太自信了。没想到预期中最强的车型却做出了最让人意外的选择。这就像是班级里常年第1名突然交出份不及格的答卷。那驾驶辅助硬件相对比较弱、价格很低的车型，比亚迪秦 L 前景堪忧。纯视觉方案的比亚迪秦 L， 我现在很紧张。这个路牌儿识别了施工路段，车辆有减速啊，车辆有减速。哇，这太不容易了。80的能识别吗？不识别。哇，怎么突然加速了？抱歉，刹车太急了。这是车自己摁的喇叭吗？真的是车自己摁的喇叭。哇，这个车真的是。刚刚解除了驾驶辅助，车辆会挂上了自动驻车，一切做的都很好。怎么也没想到，这台比亚迪秦 L 能够识别施工场景，是所有配备的驾驶辅助里边最便宜的车之一。说明它 VLM 视觉语言模型能够根据这个提示和标牌进行一个决策和动作。那在这个事故场景里，竟然比贵它很多倍的车型都要好。抱歉，刹车太急了。对于事故的这种预防也好，识别也好，跟驾驶辅助的高低贵贱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而是取决于研发团队对于安全他们到底重不重视。可能驾驶辅助方案简单、价格低，在这种事故场景里边有优势。我们再找个价格很贵的小米速七 Ultra。80也不识别，看到桩筒了，看到桩筒了会怎么样？剧烈的减速。制动之后停在这儿了，我还以为会撞呢。而且它很清晰的识别到卡车是跨着线啊，骑在2条路的中间，有点超乎我想象。保守的策略在这个场景里会有一些优势。紧接着，各家品牌陆续登场。看到桩筒了，看看这2又会怎么样？检测到哇，减速了，减速了，减速了。我加速了，又加速了，又加速了，减速了。这里的距离是够宽的啊，其实它能过去。理想 L6 虽然车能避免碰撞，但理想 L6 在施工加卡车的感知上，模型非常不稳定，甚至出现了桩筒与卡车在模型上飘来飘去。卡车在感知界面上占满了整条慢车道。系统判断完全过不去。腾势 Z9 这套呢是比亚迪自研的，
激光雷达呀、摄像头啊，比较高的配置，毕竟也是天人之眼 B 的方案。来了，哦，要干嘛？太急了，要干嘛？请接管。哎呦，这么极限！但为什么 AEB 完成之后还要往前走啊？我差一点就撞。背派蓝山啊，施工加卡车现场，看见装桶了，在干嘛？这是要撞啊！近在咫尺，对着卡车屁股就来了。这现在他是骑在两条车道中间，明显走错车道了。魏派蓝山、腾势 Z9 GT、小鹏 G6、理想 L6，尽管各家方案不同，策略也不太一样，但都能避免撞车撞施工区。留给 ADS 证明自己的机会不多了。激光雷达比问界 M9 更少的问界 M8，是否会重演问界 M9 那一步？问界最新的车能不能识别限速啊？哦，限速好像不识别。哇，速度好高！这为什么晃来晃去的？制动在这儿，刹在这儿了。哇！尝试着自己向前走，又不走了。问界 M8啊，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它比问界 M9 要好，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好在问界 M8没有贸然要冲过卡车，也许是更少的激光雷达反倒救了他。问界 M8 感知界面上对施工区桩桶的识别基本上没有丢失的情况，尽管也想尝试过绕行，但临近卡车后修正路线，就断定自己过不去了，稳稳的在卡车后面等待。同样类似选择的还有智界 R7，尽管它系统版本更老。看到桩桶了，迅速的并线。然后他要干嘛？尬在这儿了。只是每个车等待时干的事儿不太一样。比如问界 M8 比较喜欢炫耀灯光，人家系统决定闪一下，变灯，刷变，变。我在路中间炫灯，但我不过去。ADS 又行了。阿维塔 U2 除了正向激光雷达，比其他车还多了2个侧向激光雷达，有更多冗余，更多选择。限速牌能识别吗？没有识别。桩桶区到了，有限期看施工区是怎么样？阿维塔 U2 129，哇，这么快吗？疯了吧！我怎么也没想到啊，第一个撞进施工区的，竟然是阿维塔 U2，用着先进的软件、先进的硬件和很高的算力，但是却不识别施工场景。我马上要撞到卡车的时候，它的时速有90多公里每小时。他发现卡车很危险，所以他才决定向左打一把。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发生事故了，直接就扎进了施工区。我们是按国标做的是一个施工区，这里边会有人，会有坑，或者有作业的施工车辆，你是不可预见的。问题是，它提示接管的时候，是出事前1秒，那你反应不过来是你的问题。
险。这个驾驶辅助的干的是不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呢？好多车其实不太清楚自己什么时候不行，发生事故前0.5秒、1秒他才提醒。整个的责任还是在驾驶人。请小心驾驶，碰撞风险。好多车型它没有明确的能够清晰的给自己定义说，超出我这个安全运行的条件的情况下，我要能够提前把这个控制权交还给人。问题是车企买单，好多单车企是买不了的。别的车要么撞桩头，要么撞卡车。阿维塔1.2选择做个成年车，以2个我都撞收尾。领克900的驾驶辅助系统同样以为自己行，忽略了自己熊一样的车宽。车速125。我车玻璃碎了，炸了，内饰板又变形了 ，A 柱可变形了，整个车辆的内衬、散热器也坏了，时速高达90多公里直接撞过去了，我的天！那按照这种时速钻进一个真实的卡车里边，这种重叠面积，看到的这些车损，可能也就实际事故的1/1000。如果副驾是做了成员的话，大概率会重伤，甚至是死亡。我先参与这个事故场景重现的都是各家的代表，才测了个位数的车就已经这样了。施工路与卡车场景截止到现在，看上去既简单又困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扑朔迷离。考虑到比亚迪秦 L、腾势 Z9 GT 都能在这一事故场景避免碰撞，比亚迪汉 L、比亚迪汉 DM 应该也不成问题。结果啪啪打脸。我去！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碰撞 ，A 柱这里被卡车结结实实的砍到了。如果这是辆真卡车，那可能成员舱都不一定存在了。一撞又一撞，一样问题一再重演。走。是不是比亚迪自研方案略逊？搭载华为 ADS 的方程豹豹5，车身传感器布局更高，摄像头布置也与众不同。驾驶辅助在感知界面上画出一道非常漂亮的曲线行驶轨迹。撞卡车撞得毫不犹豫。请立即接管。方程豹豹5和卡车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碰撞，整个车身侧面把轮眉刮掉了，然后这儿全是划痕啊。针对卡车尾部的2%小面积偏撞，这种钻撞是非常要命的。对施工区桩筒有很多错误感知和漏检，碰撞前车辆传感器判断还觉得自己能过，
这也导致方程猫豹5撞卡车撞得毫不犹豫。这是一家7兄弟，性格各有不同。比亚迪宋 Pro、比亚迪海鸥两款车颤颤巍巍登场了。我现在很紧张，因为我现在有好几辆比亚迪其实都撞进了卡车里。哇，这很危险啊！哇，又识别到了施工路段，跟秦 L 一模一样。驾驶辅助能力啊，简直就是薛定谔的猫。不撞完永远不知道结果。自己又顿了2下，就是要起步。高速公路的黑夜事故场景里边，出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车型，就是比亚迪的海鸥，最便宜的车。在这个事故场景里，表现出了非常独一无二的特色。他在那个导流盘附近啊，就感觉胆子很小啊。说这个场景我不熟，我先刹着停那儿，我观察观察。这儿有个大车，那我慢慢过，我过到这儿。哇，这卡车太大了，太吓人了。这个路尽管这么宽，我过不去，我过不去。这可能系统也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啊，它不激进，对大卡车有充分的敬畏。如果说比亚迪海鸥、比亚迪秦 L 说明了夜晚行驶保守的重要性，那比亚迪宋 Pro 则说明了，即便软硬件方案相同，车也会做出非理性选择。同样不理性、过度自信的还有领跑 C10，以最危险的方式撞进了卡车车尾。领跑 C10啊，这个车现在撞的比较严重，这挡风彻底全碎了。如果是真卡车的话，可能这 A 柱已经没有了。就我感觉我就是坐进了去年我们做钻撞卡车驾驶员那个位置。即将向右变道，请立即接管前方道路。大概40%的面积撞上卡车，系统根本反应不过来，就你想救都很难。同样危险的还有极氪001、极氪7X、宝骏翔境星途星际源，一个比一个撞得惨。还有一些车可能也是对大车有畏惧，或者是能力真的是太有限了，那聚在一起上演了一出出高风险的事故结果，没一个例外，全冲着施工机去了，呈现了一场大型车斗现场。就比谁撞桩桶撞得高、撞得多，甚至还把施工人撞飞。叮叮咣咣，当当当。撞进标准施工区其实更危险，这也应该是优先级最高的避让目标。毕竟施工区里往往有人、有设备、有施工车，这些冲进施工区的车型，驾驶辅助基础能力就存在很大问题，连最基本的常识、最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可以告别驾驶辅助了。最后这几台车就比较顺利了，能做到安全稳定通过。但是36款车中只有2款车开得比较像人，一个纯视觉，一个有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与摄像头。问界 M7、特斯拉 Model 3，两款车不仅反应迅速很早，并到了慢车道，卡车也没成为他们的绊脚石。重刹之后决定自己过，像一个没有那么预见性的司机。相比之下，问界 M7 非常自信，
70公里每小时多的时速冲过了卡车之间，与卡车的最近车距都不到20厘米，与死神擦肩而过。一般人类驾驶员可不敢这么开，可能只有超级人类才做得到。如果把这个卡车模型换成一个真的卡车的话，那每一次碰撞的背后，这都可能是全车人的生命随之消失。我们带上护具以身试险，也是为了告诉大家，人会有疏忽。辅助驾驶推出。驾驶辅助比人的疏忽其实要更多。漆黑如墨，高速路上危机四伏，视线收窄到只有车灯划开的那一道白线。一辆失控的幽灵车竟车头直怼，斜插在高速中央。失控车距路边缘 2.4 米宽度，纯视觉方案可能会在纯黑夜中很吃亏。但是有些车配备了夜晚也清晰的激光雷达，全天候在线的毫米波雷达。面对一辆静止事故车，简直就是送分题。所有车都打开自动大灯与自动远光。我们先从卡车场景顺利留下一次生存机会的车开始挑战。问界 M7 施工卡车里边类超人的选手，灯光效果是真好，早早就发现了事故车。看到假车了，像人一样减速转向，打起了双闪。请小心驾驶。哎呦，这是干嘛呢？退出，请立即接管。一系列的危险动作呀！我天，这可是问界呀，第一梯队。为了绕着走啊，逼近了那边的护栏，撞了这个事故车，造成2次的伤害。接着又往右打，想侵入这条车道，根本就不管后边高速驶来的车辆的。说实话，挺出乎人意料的。小老弟不太行，二哥问界 M8 再次出场。有点害怕，到了，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应该是撞车了。激光雷达也发现了，毫米波雷达也发现了啊！我这个摄像头可能也发现了，但是系统综合决定，我们绕一下，然后把它撞掉，对它产生了一个2次事故，2次伤害。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故场景，但是这个车却在大坑。问界 M8 成了事故车，两款问界的毛病都一样啊。发现事故车的时机并不晚，但是车辆一直远距离看事故车左侧那缝隙是否够宽，纠结于如何绕行，浪费了宝贵的制动时间，也错误地估计了左侧的空间。那同级别、同样端到端、同样很新的理想 L6， 应该可以避免车祸吧？L5中间看到了，它会怎么样？智能驾驶退出。制动力度太小了，没有触发 ABS。
车辆自作的时候让它撞上去。在撞之前，理想 L6 的模型穿模了，路径规划早就刺穿了事故车，出现了大纰漏，把车辆连同车上的人逼上了绝路。很遗憾啊，理想 L6 在这个事故场景里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理想 L6 道心破碎。在现在这个事故场景，一辆车撞得比一辆车狠。到了真实的高速公路上，没有办法让自车和他车的人员更安全。对夜晚毫无畏惧的还有小米速七 Max。夜晚开这么快，也开130，他们对夜晚都没有什么恐惧，无所畏惧，因为他们有激光雷达。激光雷达能帮到他吗？我要确认一下，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减速了啊！车辆非常明确的说存在碰撞风险，但依然还是撞上去了。这速七 Max 减速比理想 L6 还是要好一些的。每一个在这里撞车的高阶驾驶辅助功能都觉得这里可以掌控，眼睛和身体不匹配，大脑和身体不协调，犹豫之间就撞车了。小米速七至少还做了个减速，有些车连减速做的都不到位。有减速吗？减速吗？没有，还没有。抱歉，刹车太急了，已退出至手动驾驶。天人之眼 B 的方案。那最后快撞上的时候还有90多公里。刹车太急了，已退出至手动驾驶。整个系统决策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系统坚决的一脚跺死，就完全是能够避免事故的，但是它就是优柔寡断。看到下车了，这么快130往上冲吗？不减速吗？哎呀！撞完就跑，直接撞出去。小米速七 Max、腾势 C9GT、阿维塔07、比亚迪海鸥、比亚迪秦 L， 主要就是减速不坚决，驾驶辅助不认为需要全力刹车，全都无一例外撞出大车祸，丧失一次生存机会。那些撞卡车的驾驶辅助面对斜插事故车岂不是更惨？留给他们的机会不多了。学习模型就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更多的要解决的是这种感知的可靠性问题，它整个的过程不可解释，界限不是特别清晰，结果它也不可完全预测。同一个场景2次测试，它也不一定完全是一个结果，每一次运算不是那么能够确定的，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道理，你会做出这个决策。抱歉，刹车太急了。规则模型应该发挥更多的兜底作用。问界 M9的4D 毫米波雷达，倾效呢，能不能发现这个？130，哦！一直有碰撞预警，进行了2次大力制动。与之前的问界完全不同，停下后有那么一丝犹豫，没再硬闯，安静停了下来。但是
感觉很晚才发现啊，表现的没有那么柔和。阿维塔1.2比亚迪方程豹豹5会选择救人还是撞？速度好高啊！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完全靠 AD 刹停了。有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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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最终，驾驶辅助选择了大力制动，留了一次生机。比亚迪汉迪 M 也是撞了卡车，在面对斜穿事故车时，决定不再冒险，帮驾驶员一把。驾车有了，减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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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呀！一通操作猛如虎啊，就差最后那一杵，再多给个5%到10%，这事故场景就能避免，但是它偏不。极客 7X 和小鹏 P1 加都一一验证了这一点。撞卡车咱不行，但遇到一辆故障车，最起码还是能帮助驾驶员减速，10几公里每小时发生个轻微碰撞什么的。那比亚迪汉 L、极氪001、领克900，驾驶辅助也能让人安心了吧？看看比亚迪汉 L 啊，会和比亚迪汉 DM 有什么不同吗？减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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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了！哦，哎呀，发现的很早，制动也很早，但是就是不给力。激光雷达应该在深夜里边发挥重要的作用的时候，没有起到我们期待中的效果。好快呀，好快的车！哇！车辆有 AEB 啊，有安全带一张紧的不断抽动，但是就是制动力度不足。 10公里后驶出当前高速，往松涛方向。属于感知发现网。很遗憾啊，结果被啪啪打脸。也许是自信与现实碰撞，也许是系统陷入了黑夜恐惧症，也许驾驶辅助都谈不上真会开车。到这儿会发现，高速路上斜插这辆事故车对驾驶辅助是难上加难。后面的车一个接一个撞的一个比一个惨，车速一个比一个快，反应一个比一个少。一点儿反应没有啊，一点儿减速都没有，车辆没有任何反应。看到了，看到了，会减速吗？哦，非常大力的制动。这和问界 M8不一样啊。 彻底停在这儿了，打开了双闪啊，这点都是好的。它基本上是靠2段式的一个大力的减速制动啊，尤其是第一段的制动力还是比较大的，避免了碰撞，但是也没有退出功能，停在这里。实际上，高速静止障碍车夜考能够顺利通过的，也就是保命派智捷 R7。 和阿维塔1.2，以及小鹏 G6， 这些能够靠 AB 主动刹车或是 NOA 能力避免碰撞。
纯视觉的夜晚挑战呐！又，大力的制动又，想拐，走不了。打开了双闪。丰田博致 3X 与特斯拉两款车也能够避免夜晚这两起事故。经过前面白天黑夜4个事故场景，很多车驾驶辅助将4次生存机会全数耗尽。能保命的也是少数。这还不是结束，白天的终极 BOSS 级事故场景即将到来。这是一道加试题，只有在白天事故场景仍存活下来的车，带着残血才有机会冲击这个事故。但我们为了验证驾驶辅助能力极限，也给夜晚表现有亮点的车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大家日常开高速经过复杂出入口可能都遇到过，有些车不讲道德不守交规，突然连并3条车道，这是非常流氓的行径，但又真实存在。后车最佳选择就是果断刹车减速。此时的我坐在车上瑟瑟发抖 ，NZP 已激活，因为不知道车辆驾驶辅助会做出什么反应。左护栏，右有车，左右夹击，但凡驾驶辅助硬杠不减速，那就是车毁人亡，侧面大碰撞。NGP 已开启，小鹏 G6啊，看看面对危险的场景能怎么样？我现在得打起200%的精神。出至手动驾驶。车辆一点反应没有。系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侧方的侵入的车辆，也看到这个企图，但是没有做什么，甚至 AEB 主动刹车也没有介入。驾驶辅助你为什么不提前减速？为什么不给出警告？我现在感觉自己从鬼门关里逃出来了。如果是真实的车祸的话，我甚至能不能说话都是回事。BOSS 关非常惨烈，甚至可以用可怕来形容不为过。很多车驾驶辅助面对突然加塞车辆就懵了，不会了，顶着限速撞。博致 3X 的整个系统都很迟疑。车辆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驾驶辅助只负责朝前开撞车，其他一概不管。如果用户盲目的相信高阶驾驶辅助的话，车毁人亡是有可能的。端到端辅助驾驶已开启。小美速进 MAX 啊，前方车辆突然侵入车道会做什么反应？太恐怖了！面对这边驶来的车辆和入侵的车辆，他没有做任何的减速动作，只有一个警告。刹车，存在碰撞风险。撞击的非常猛烈。如果是现实事故的话，这是一个爆炸性的事故场景，几个人啊，全都要赶紧送医院。哪怕说做一个大幅度减速也好，或者说更早的警告也好。碰撞风险。
在这种事故场景下，它的高阶驾驶辅助功能，说实话，有点太弱了。能力稍强一些的车能看到车辆并线，但驾驶辅助这时候一个抖动，一个机灵，上个0.1秒还觉得是威胁，下个0.1秒贴近了，反倒觉得那车那般可爱，没威胁。减速的非常不坚决。我身后这台阿维塔U2，说实话有点让人失望啊。这是极少数在侧向有激光雷达布置的车型。感知界面啊，很早的其实就看到了侧向侵入的这个车辆，但它一直把它标记为蓝色，没觉得这是个威胁，它还想跟车呢。所以就明显就是系统本身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在真实的情况下，这事故只有一次，那一次很可能就代表生命的代价。就现在这就是高阶驾驶辅助的一个问题。到高考的年纪了，但是他实际上只接受过幼儿园的教育。智己 R7、阿维塔07、理想 L6，则是依靠响应迅速的 AEB 主动刹车，没法避免车祸，但轻追尾也算可接受。理想 L6 换新版的 AEB 主动刹车介入的非常快，在123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就介入了，然后做了一个大力的制动。它没有做提前的预减速，这是理想 L6 换新版现在的一个问题。前车违章，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撞吗？你这个不仅是对前车的危险，你对自车也是很大的危险。问界 M9啊，看看这个市面上全副武装的第一梯队啊，表现会怎么样？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就高阶驾驶辅助立刻就开始制动了，制动力度其实非常大。没有愧对咱们叫黄金装备，非常好的硬件。只有极少数车能像人类一样早预判、早减速、全力刹车。能够在这个 BOSS 关通过的车，仅有问界 M9、特斯拉 Model 3、特斯拉 Model X、腾势 Z9 GT。4款车都是早发现、早治疗。长尾场景就是发生概率很小，但是风险又很高的这种场景。所有的学习库里面都没有这个东西，没学到的场景有一些困难。但是人开车从减少自己的损失来说是会让的。这些车更多的要解决的是这种感知的可靠性问题，准确的感知各种障碍物，包括周围的这些车辆的运行状态，这个是后面所有决策的基础。这些车应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行，有时候有些场景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这个 BOSS 关将驾驶辅助性能局限性暴露无遗。在没车的高速公路是人畜无害的小白兔，但凡事故场景变复杂，立刻甩手不干撂挑子。最后一关是终极 BOSS， 每个品牌选择了之前表现最好那辆车。当你开着 NOA 驾驶辅助，惬意地行驶在没有车的高速上，哼着小曲，唱着歌，一切似乎都那么轻松。就在这时，高速上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物体，这也是我们重磅事故场景：一只飞奔的野猪。
我们比照真实野猪的头围、肩高、体长1:1制作，连奔跑姿态都是照着真猪来。车辆一旦撞上，轻了伤车伤动物，重了可能会砸入车内伤人。对人类来说，一只横穿的动物最基本会刹个车减个速，但对于驾驶辅助来说，感知、系统决策延迟哪怕那么一丁点儿，都会成为严重的超纲题。这也是为何飞奔野猪成为终极 BOSS。激光雷达会占据极大优势，因为那一大团高速移动的点云，那就是威胁呀。智能驾驶已开启。一辆 L6的横穿的小飞猪，哇，速度非常快啊，我有点害怕，因为野猪会从这边穿过来。哎呀！智能驾驶系统退出。他就完全没发现，没有任何的制动，也没有任何的识别，直接就高速撞回来。路上跑过一个动物都没有。智驾领航已激活。我看看问界 M9啊，面对横穿的这种小猪表现会怎么样？毕竟华为系问界对异形物是有很多侦测的。我啊！撞得结结实实的，我天！啊！问界 M9虽然识别了野猪，但是只有一个警告，没有任何制动，至少没有辜负他说对异形障碍物识别这个说法。怎么也没想到啊，硬件最强的高阶驾驶辅助系统，对于这种横穿的野猪都没有什么反应，速度稍微降了3公里每小时。如果一旦遇到野生动物这种撞击，车辆可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损毁，因为真实的野猪重量是非常重的，对你的人身安全其实是非常大的隐患。在这种事故场景里边，问界 M9是无能为力的。万没想到，空旷马路上飞奔的野猪，这个 BOSS 让几乎所有车都栽在这儿。地上跑的野猪变成了飞天翱翔猪，过马路瞬间秒没，秒飞。事故场景变成了大型杀猪大赛，驾驶辅助无视野猪，也不会减速，全都会以12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车速高速撞击。你就看那个猪，啪，身首分离了，从窗边飞过去了。就哪怕是撞了，他也不知道就被什么东西隔空撞了一下腰。这种，我们做这些事故场景的复现，并不是说为难这些车辆，这些事故场景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但是你目前看这些事故场景里边，这些车型他们能做的事情真的不多，甚至都没有办法帮你降低碰撞的速度。智能驾驶系统已退出。一个野猪模型都让车辆损失惨重，这要是真猪，冲击力那就相当于撞上一堵水泥墙。野猪坚硬的头骨和獠牙甚至可能穿透挡风玻璃，对车内人员造成严重伤亡。全场只有4辆车能有一些反应，只有1辆车做出了一些有效的避让动作。没想到驾驶辅助的终极难题是头猪，这还是大晴天，艳阳高照，但凡要是黑天雨天，那可能就是全军覆没。所有车企标榜的异形障碍物识别，实际效果恐怕只存在于 PPT 中，到底该怎么做，这压根儿就没想明白。驾驶人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自己手里面，这是我是觉得第一位的。目前还没有达到说我能够脱手脱眼的阶段，他的安全是靠驾驶人去保障的。辅助驾驶它还是会一直往前发展的，当然中间会有这些波折。
我们希望现在这种产销量世界第一的汽车产业，在这个领域也能够站到顶端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们现在所有的高速事故场景啊，都已经做完了。这是第一次你在真实的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些车的高阶驾驶辅助面临真实的车祸场景的时候，反应速度完全不足以应付高速公路的各种事故场景，还会因为高阶驾驶辅助的错误选择导致更严重的事故后果，甚至危及到生命安全。当然，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这只是这些驾驶辅助在当下这些高速事故场景的能力极限。不代表所有事故工况，而且也相信中国自主品牌都能够通过未来 OTA 解决这些事故场景的风险。而目前最安全的使用方式是人机共驾，让驾驶辅助帮助人降低碰撞风险，而在驾驶辅助超越自己极限的时候，人类要随时准备接手。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客观地看待这次各种高速公路的事故重现，高阶驾驶辅助的能力边界在哪儿？而且以他们现在的能力，完全没有办法做到任何的脱手脱脚。无论他们的营销部门怎么宣传，大家都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安全的辅助，以人驾为主。高阶驾驶辅助只能帮你降低一些疲劳程度，那1%的风险一旦发生了，它就可能会酿成100%的伤亡。随着这个简报的结果，本次懂车这点场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